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我很久之前做过的一期视频，软钱包授权诈骗，这一周被人给投诉下架了。那期的视频呢，完全是一个科普的视频，它揭示了软钱包授权诈骗的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就讲述了一位受害者在没有泄露自己的助记词，也没有交出自己的私钥，钱包里边的1000U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不见了。投诉方是谁呢？一家深圳的公司，声称 MetaMask 是他们合法注册的商标，也是由他们开发、他们运营的 app。我看完了真想笑，因为这个有点太假了。MetaMask 的开发运营方明明是美国的 Consensus， 而且呢，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的后台连着弹出了2条私信，都是观众发来的，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用的呢是 Trust Wallet 的软钱包，钱包里面的钱莫名其妙的被转走了，一次投诉2条私信，时间几乎重叠。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这些骗子呢，他可能正在系统化、规模化，而我做的这些反诈视频呢，恰好是他们最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我后来把视频被下架的一个截图发到了 B 站的动态上，底下的观众的留言提醒了我，有人说这个应该是园区诈骗团伙有组织投诉的，还有人说你的评论区里边有不少在园区干活的人，他自己就经常收到这些人的骚扰私信。我说个数字你可能都不信，我自己在 B 站的拉黑的名单里边，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1000个账号，几乎全都是主动搭讪的、招人进群的、引导你去私聊的，1000个。而这个呢，还只是被我一个一个碰到顺手拉黑的那一部分。他们最近的话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都是淋过雨的，想为你撑把伞，可以带你入门。你看，这是2个不同的人，同样的话术，估计呢这2个人是来自同一个园区的，用的都是同一个剧本。还有这个直接赤裸裸的拉人进去，还有这样的直接放了一张高收益的图片，想要拉人进去。我以前看到这种评论会直接拉黑他，但上次呢，我想这个其实可以是一个把他们挂起来给人示众的好机会，于是呢，我就把他的评论给置顶了，然后在下面写了一长串的警告人的评论。但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警示评论根本就发不出去，骗子启动了限制评论功能。我注意到这些发帖的账号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大都是 L2 的等级比较低的账号，估计呢是批量注册、自动发布、撒网钓鱼的。前段时间呢，碰到了一个高级别的账号，直接发了一张800多收益的截图，自己呢还在评论区里边说自己开了100倍的杠杆，从来没有爆过仓。这回我可逮住一个好机会，直接把他给置顶了。然后呢，写了提醒信息，我还让这个发帖的人晒出你在链上的信息，来证明一下你不是骗子。他也不回复我。后来呢，这个评论下面有50多个人的回复，有人说那些出来晒收益的基本上都是想带单的，还有人分享了这些人的其他的一个套路，叫你去山寨交易所，告诉你他带单0分成，看似是认真做单，但其实呢是从平台拿奖励。还有人呢在分享自己的爆仓经历。以上的种种的评论，让我开始逐渐的怀疑，这可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至少说明一件事儿：加密视频的评论区早就被骗子当成了一个专门寻找目标的地方。那问题是，他们到底是怎么用这些评论区去找人的呢？你可以想一想，在一个加密视频下面留言的人，大概率是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人，可能手里已经有了点资产，也可能正在寻找好的机会。所以呢，你只要在下面问一句，这个钱包怎么用，杠杆怎么玩，我怎么把币给 transfer 到另外一个钱包里边，或者甚至只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你的眼里那只是一条评论，但在骗子的眼里，那是一条已经帮他们筛选好的客户的线索。他通过你的评论就会知道你是否正在使用加密货币，知道你有可能最近碰到了点问题，或者知道你缺少相关的知识。所以评论区正在变成一个鱼塘，在骗子的组织里面，有人负责盯着谁浮出了水面，
有人负责主动的去搭讪你，还有人呢负责把你给带走。我已经听到不止一次有人说，只要在我的视频下面发评论，就会有人主动的去私信他，跟他套近乎。这些人呢，他不会一上来就管你要钱，他首先会表现得非常友善，表现得和你志同道合，是同一类人，有共同的爱好。总之，他会想尽办法把你从公共的评论区带到一个更私密的地方，比如说微信、Telegram 或者是 Discord。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给带走呢？因为在公开的评论区里边，别人可能会提醒你，平台也可能会识别封掉他的账号。可一旦进入了某一个私密的群里边，整个的环境就都归他们控制了，他们就可以开始洗脑了。群里的老师假的，助理假的，每天晒的盈利的截图也是假的，甚至那个站出来质疑老师，最后又被老师说服的人，可能同样是剧本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一整套的表演，这就是骗局的第一部分。他呢不负责转钱，他只负责和你之间建立信任，让你一点点的卸掉防御。但光让你相信还不够，真正把钱拿走的是第二部分。这里呢，我们来讲一个观众发过来的真实的案例。这个受害者告诉我，对方花了将近2个多月的时间跟他聊天，每天呢打招呼，分享生活，像一个真实的、丰富多彩的人。对方呢，并没有一上来跟他谈投资或者是要什么助记词，而是一点一点的建立信任。后来对方说自己人在香港，登录不方便，让他加了自己的 Discord。然后对方开始引导他使用 Trust Wallet 的钱包。他为什么敢充第一笔钱1000U 呢？他告诉我的理由其实特别具有代表性。他说 App 是我自己下载的，钱包是我自己创建的，助记词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私钥我也没有交出去，所以他就会觉得我的钱应该就像存在银行里边一样是安全的。但最后呢，这1000U 还是被转走了，而且他自己还会感觉很奇怪，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被划走的呢？那这1000U 到底是怎么被转走的呢？很多人其实对钱包安全的理解停留在一句话上，只要自己的助记词不泄露，资产就是安全的。这句话呢，其实只对了一半。助记词、私钥当然你不能泄露，但骗子想转走你的钱，并不一定非得拿到你的助记词。这里呢，我不展开讲技术、授权、无限额度、怎么用 revoke 撤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边，软钱包授权诈骗那里已经完整的讲述过了。如果你想搞明白细节，你可以找一找去看一看那期视频。这一期呢，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画面，你想象一下你自己，你并没有把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任何人，但是呢，你无意之间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或者是某一个网站签了一份你自己都没有看懂的自动扣款的协议。骗子他不需要拿走你的卡，他只需要用你已经签下的那份授权就可以拿走你的钱。从你的角度去看呢，你没有交出钱包，钱包也没有被别人给登录，但你可能在完全没有搞懂的情况下，在网上点击了某一个按钮，在点击这个按钮的一瞬间，你的授权就给出去了。这个时候你的钱就不属于你了，就被骗子给控制了。所以骗子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无意之间点击那个按钮。这里必须说清楚， Trust Wallet 它不是诈骗的软件， MetaMask 也不是诈骗软件。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从正规渠道下载的钱包仍然可以连接危险的网站，也仍然可以签署危险的请求，因为控制权在你，是你自己点击那个按钮的。所以当你在玩 Web3 的时候，当你连接某一个外部网站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点击某一个按钮之前，你一定要注意自己到底在同意什么，那个按钮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恶意的代码。如果你真的非常想点击，那么就用一个没有钱的全新的钱包去连接它，千万不要用一个里面已经有了几千、几百或几万 U 的钱包去连接。现在呢，我们把2个步骤拼起来看。前半段是传统园区最擅长的那一套，筛选目标、聊天、培养感情、建立信任、制造群体的氛围。后半段呢，变成了加密世界的技术操作，连接钱包、签名、授权、调用合约，把资产从链上给转走。
前面的一部分负责让你相信他们，后半部分呢负责把钱给转走。严格来讲，前半部分的手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颖，培养感情、拉群、晒收益，这个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后半部分才是让大部分的新手防不胜防的那一部分，钱包授权、恶意的 DApp。那么新的变化是什么呢？他们找人的方式更加精准了。以前可能是随机的发短信，随机的加好友，现在呢，他们可以直接潜伏在某些财经的博主、加密博主等等博主的评论区里边，然后呢，用 AI 来分析评论。那么这个时候呢，谁提问，谁遇到困难，谁看起来有钱，谁就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这中间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一整套的利益链条。有人负责在评论区拉客，有人假扮老师、班助理、办群里的托，有人呢提供那个恶意合约和收款通道，估计还有人负责把钱给吸走。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该怎么去防范呢？我的原则呢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在加密视频底下留过言之后呢，有人主动的去私信你，先默认这是高风险，尤其是下面的几种情况。第一呢，对方自称是我的助理，或者是某某 UP 的助理、工作人员，或者是官方的客服。我先说清楚，我不会主动的私信你，也不会拉你进某一个投资群，更不会带你操作钱包。第二，对方说能帮你追回被骗的钱，很多人被骗之后会继续被骗，骗子知道你刚刚损失了一笔钱，正在着急，就会告诉你，你再交一笔手续费、保证金，就能把钱给追回来。第三呢，对方反复的强调不需要助记词，所以绝对安全。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你的授权，通过你的授权就能把钱给转走。第四，对方让你用钱包的浏览器打开一个陌生网站，去点 Connect、Draw、Verify、Claim、Approve 或者是 Sign。你不要只看网页里边写了什么，你要看钱包弹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授权给了谁，授权哪个币，额度是多少，合约地址是什么。看不懂千万不要去签，不要去点击它。第五呢，对方让你投一笔小钱，还让你成功的提现一次。很多人就是因为提现成功过一次才敢投入大的。我已经接触过很多类似的案例了，少的呢有人被骗了几百几千有，多的有人被骗了几百万有。前一段时间呢，还有一个单身的女士求助，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杀猪盘。前半部分跟她谈感情，之后呢骗她投资某一个 DeFi， 结果授权给出，钱包里边的几十万瞬间被转走。还有你可以翻翻我之前的一个视频，有一个是老徐讲述自己亲身被骗的经历，那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加密的骗局，哈利梦。总之呢，就一句话，那些主动联系你的，跟你套近乎的，让你进群的99%都是想从你的身上获得点什么，即使不是骗子，也是想带单，想从交易所拿点返点什么的。那么如果你已经中招了，你该怎么办呢？首先不要慌，但顺序一定要对。第一，立刻停止，不要再转账，不要再授权，不要再点击网站上的任何一个按钮。第二，去撤销授权，用 revoke.cash 把可疑的授权给撤销掉，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它能阻止你的钱继续被划走。第三，你保存证据，聊天记录、钱包地址、交易哈希、对方的网址全部给它截图保存好。第四呢，把钱包里边剩下的资产马上转移到一个全新的钱包里边去。第五，联系平台报警。第六，警惕那些主动找上门说能够帮你追回资产的人，那往往就是第二茬的收割，追回的概率说实话非常低，但报案的人多了，警方才会重视，骗子才有可能被抓到。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次投诉，这次的投诉到底是不是来自诈骗团伙，我现在没有办法确认，它可能是误判，也可能有别的什么我还不知道的一个背景，但有一件事儿，我现在基本上可以非常确定，骗子正在主动的寻找那些对加密感兴趣，但呢就缺少安全知识的人，而评论区正在变成他们寻找目标的地方。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住，当你在一条加密视频下面留言以后，第一个主动联系你的人99%可能是骗子。最后呢，我想征集一下案例，如果你也遇到过这一类的骗子，
你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聊聊，对方最初是怎么接近你的，有没有拉你进投资群，有没有让你下载某一个 app 连接钱包签名或者是充值什么的。好的，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